本期视频我们想继续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19周，即从5月9日到5月1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第18周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周开盘价是 860.77， 周收盘价是 865.65。那周中它的最高价是到达了 955.5， 最低是在 843.10。 那当周它的最高价与最低价的赋值是达到了112个点。那我们会看到它的周收盘价依然收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周的成交量是 1.203 亿股，是前一周的 0.72 倍，量缩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开口增大，双线下行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跌。MACD 开口增大，双线下行，那并且我们会看到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更长的红柱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当周的 K 线信息。在第18周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天剑线。天剑线的特征是上影线很长，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。那实体呢很小，甚至是可以没有。那下影线很短，那这样的 K 线实体不分是上涨的绿 K 还是下跌的红 K。那通常这样的 K 线是出现在上涨的顶端，或者说是下跌的低点。那在这两个位置的 K 线，我们都把它称作叫做天剑线。天剑线呢是一个转折的信号 K 线。好，那我们解读一下在第18周当周生成的这个天剑线。首先说它的位置是在一个下跌的行进中，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一个位置。那我们会看到当周这个股价在上方的5均值、10均值和20均值在这个地方遇到了压力，然后收盘是收在低处。那我们也注意到它的收盘价和它的最低价并没有跌破前一周的最低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这个天剑线是一个止跌的 K 线。好，那在接下来一周如果是开高走高，那股价是很容易向上的。当然，如果是开低走低呢，股价是容易向下。那因此这样的一个 K 线它是需要通过接下来一周的 K 线来确认这个天剑线的转折方向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周 K 线图的这个股价。好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调出辅助线以后呢，我们会看到在第18周生成的这个 K 线它的收盘价没有回到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底底高的上行趋势线。那因此呢，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上行趋势线删除，然后我们再加一条辅助线。那这个辅助线呢，我们加在第11周的最低和第17周的最低。好，那这两个最低连接起来以后呢，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
底底高的一个上行趋势线。那我们再加一条辅助线，这个辅助线呢，我们连接在第14周的最高和第16周的最高。那它是一个头低的一个下行趋势线。那我们会看到这两个趋势线啊，在887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交点。好，那么我们保留呢上方的这个水平线，也就是在第17周的最高1008和当周的最低，也就是821。我们定义的这两个水平线啊，是说股价后续在周 K 线上可能会在这个区域进行盘整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的股价的走势。那在第19周，如果股价是开高向上出现反弹，那它的目标一定是要站上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。那么这个5均值我们测算是在925到948之间，对，在这个区域。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当周新生成的10均值和20均值也是在这个区域。因此啊，在这个区域啊，它是一个重压力。对，那如果股价反弹有足够的力量能够站上这样一个重压力位，那股价有可能继续向上。我们会看到它会挑战我们刚刚画的这个头低的一个下行趋势线，也就是要突破这个下行趋势。那这个位置呢是在993。对，那当然还有上方的这个1008，对，也就是这样一个长红的下跌的 K 线。那如果能够站上1008，并且突破这条趋势线，也就是933，站在它们的上方，那后续呢，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上涨。好，这是上行。那股价如果说遇到我们刚才讲了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、10均值、20均值，在这个区域，甚至是在上方的这个趋势线遇到压力，然后出现回档，那我们会看到只要回档不跌破，我们看下方是18周的最低843和17周的最低是821，也就是上方遇到压力回档之后，只要不跌破下方的这两个点，对，最低，那股价可能会在这个我们会看到是在这个三角区啊，在这个区域内可能会进行盘整。对，当然也包括我们之前定义的17周的最高1008和821之间，对，也就是会在这个区域内继续盘整。好，这是盘整。那对于下行呢，我们认为如果是在第19周是开低走低，那股价一路下行，如果跌破了我们说第17周的这个最低，也就是821，当然我们会看到在这之前还会有这条趋势线，应该是在847附近，然后我们会看到还有周线上的60均值，对，然后才会碰到821。那如果跌破了821，我们会看到它一定会向下去测试下方，我们会看到还有这个756，对，那756再向下，我们会看到还有一个趋势线和当周的焦点是738。那我们会看到这条趋势线呢，是我们在定义的2021年5月17日那一周的最低，也就是它是起涨的那个K 线的最低，和在2022年2月21日当周的最低我们连起来的趋势线。那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的焦点呢是在740、739附近，对，
那也就是说，股价如果继续跌破821之后，然后会测试756，接下来是739，当然下方还有700。那我们说，如果跌破了756，那这个趋势线呢，可能是很难阻挡股价的下行。那有可能在后续的几周，这个股价会继续向下去测试周线上的120均值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周线上股价的上行、盘整和下行的分析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19周当周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说压力位，是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，我们测算是在925到948之间，对，在这个区域内5均值。然后呢，它的10均值是在944到956之间，对，也是在这个区域。20均值是在933到938这个区域。那我们把这3个均线值的最大和最小连接起来，那就是说第一个压力位，也就是这个压力区间是在925到956之间。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强压力。当然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还包括前一周第18周的最高955，也是在这个区域内。好，这是一个强压力。那如果继续再向上的第2个压力呢，我们认为是第17周这个红 K 实体的上沿，是在978这个位置。然后再向上，那我们会刚定义的这个下行的趋势线的与当周的 K 线的交点呢，我们认为是在995附近，对。然后再向上是第17周的最高，也就是1008。再向上我们会看到是第16周的最高，是1092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位。那我们再来看看下方的支撑。那下方的支撑，我们认为首先到来的呢就是前低，也就是第18周的最低是843。我们会看到和这个我们刚刚定义的底高的这个上行趋势线也在重合，所以这是第一个支撑位。那接下来的一个支撑呢，我们认为是在第17周的最低，也就是821。当然我们会看到60均值也是在这个区域内。好，那再向下我们认为是在780这个位置。780我们会看到是3月14日这一周的，对，它的实体的下沿是780。好，那再向下就是756，也是3月14日这一周的最低。好，那再向下当然就是我们说下方的这个700。在到达700之前呢，我们还会看到这个趋势线和当周的这个K 线交点呢是在737。对，好，那以上呢是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根据以上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这个特斯拉股价在第19周的股价的预测。那2个可能，我们认为第一个可能，它很可能会是横盘。如果是横盘呢，我们认为它可能会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或者是平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呢可能会到达850这个位置，然后最高会到达945，对，也就是遇到上方的这个重压
股价可能会收回，然后收盘会收在900附近。对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，横盘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它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强势的反弹，甚至是上涨。那如果是这样的可能呢，它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呢股价会回踩到最低是在865，然后最高可能会到达1030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1015附近。对，也就是说它当周的出现一个长绿上涨的 K 线，然后呢收复前面这个长长的下跌的红 K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第19周走势的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